2023年1月25日，加拿大央行再次加息 0.25% 之后，宣布从此停止加息，市场欢欣鼓舞，期待2023年2月1日美联储给出相应的积极回应。但是这一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鹰派观点不改，宣布再次加息 0.25%， 并表示有可能在之后的3月、5月2次加息会议中继续加息。尽管如此，视频演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却表示了缓和的态度和鸽派的观点。我第一次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减缓，商品流通和房地产方面已经有了通胀下降的迹象，只是劳动力市场方面还没有缓和。2023年2月3日，美国最新的非农报告发布，数据炸裂，就业人口新增 51.7 万，远高于预期的 18.5 万，美股应声而落。2023年2月10日，加拿大就业数据发布，1月新增就业岗位15万，是此前预计的10倍。加拿大央行刚刚宣布2周的停止加息，恐将就此夭折，已经很难实施。人们不禁要问，非农数据高代表就业好，难道不是好事吗？怎么又变成了坏事呢？大家好，我是老米，今天我们就来把非农数据聊透。相信看完这个视频，你能够拥有以下的3项能力：第一，彻底弄明白什么是非农数据；第二个，在一个非农数据出来之后，能够自己分析是利好还是利空；第三呢，就是利用这个非农数据在资本市场获利。非农数据呢，就是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及非法人的企业主，代表生产整个美国 GDP 约 80% 的工人数量。非农数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从非农就业报告中来的。非农就业报告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东部时间的上午8点30发布的。例如本视频开头提到的2023年2月3日，这一天发布了非农报告，就因为这一天是2月的第一个周五。如何分析非农报告？咱们大家可以看这样一张表格。这个呢是美国2023年2月的非农报告，内容很多，光目录就有一整页，想全部看完既无意义也没有必要，所以我们主要看4项数据，那就是非农业就业人数、就业率、失业率和平均时薪。其中非农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量又基于核心位置，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非农数据其实主要指的就是非农业就业人数的增长数字。非农数据的作用，非农数据可以显示美国的就业增长情况，进而反映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然后再进一步的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所以呢，非农数据是市场交易者最关注的、最重要的月度经济数据之一。非农数据为什么重要呢？美联储有2个核心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第二个就是稳定就业。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非农数据是必须考虑的关键数据。例如2023年美联储的第1次利率会议，美联储的公开声明中就提到了委员会力求在长期实现最大就业和 2% 的通胀率。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下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利率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去参考我发布的上一个视频，如何分析非农数据，大家记住4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非农数据为正，就说明经济正在增长，这个呢是好事，反之呢则是坏事。第二句话，非农数据的公布值高于预测值，那就是好事，如果公布值低于预测值，那就是坏事。第三句话，在经济周期顶部区域的时候，非农数据过高，远超预期，那就说明经济过度繁荣，过犹不及，就是坏事。第四句话，
在经济周期的底部区域，公布的数据呢过低，远超预期，那么就说明经济正在大幅度的衰退，前景不妙，这也是坏事。好的，了解了上面的内容之后呢，给大家3道小的测试，看看你是否已经可以自己进行分析了。第一个测试，2020年4月的通货膨胀率呢为 0.33%， 这一年4月的非农数据预测值为负的2200万，而5月8号公布的数值呢是负的2050万，这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屏幕前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暂停一下，进行思考，然后再看后面的答案。咱们来说答案，非农数据的公布值高于预期值，这个是好事。2020年4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新冠肺炎大流行，大量的人口呢失业，尤其集中在旅游服务行业。但是呢，当时最差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且美国政府在当年的3月已经紧急将基本利率的下限呢降为0，并且强势启动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解了燃眉之急。当然，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也造成了延续至今的高通货膨胀，带来现在的经济困境。所以，当时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政策，虽然在那个时候看似好事，但是至今呢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第二个测试，2008年的6月，通货膨胀率呢是 5.02%， 这一年6月的非农数据预测值呢是负的6万，7月3号公布的数值呢是负的62000，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同样可以暂停思考一下我们来解答一下。非农数据的公布值呢不仅低于预期值，而且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个呢是坏事。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年发生了次贷危机，同时还出现了高通胀和低就业。就以这一年的6月为例，通货膨胀率呢是 5.02%， 远高于 2% 的美联储通胀率控制目标。非农数据呢为负增长，所以当然要被视为利空。第三个测试就是我们本视频的开头，2023年1月通货膨胀率为 6.41%， 1月的非农数据预测值为 18.5 万，2月3日它的公布值是 51.7 万，这个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同样可以暂停思考一下，咱们直接解答非农数据的公布值远超预期值，这个是坏事。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是40年一遇，而且呢有往60年一遇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率从40年一遇变成60年一遇，未来的3年有可能都是高利率。详情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就是叫做未来3年利率趋势。2023年的1月通货膨胀率 6.11%， 远超 2% 的美联储通胀率控制目标。而2023年的第一次利率会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下降。话音未落，3天之后呢，非农数据发布，公布值为 51.7 万，远超 18.5 万的预测值，当然要被视为利空。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利用非农数据在资本市场上获利。非农数据可以影响资本市场的多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几个方面。咱们先说股市，非农数据可以影响股市的表现。通常来说，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超过预测值，那么就可能引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进而推动股市上涨。相反，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低于预期值，那么就会引发投资者的担忧和恐慌，从而导致股市下跌。第二个方面，债券市场。通常来说，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超过预期，
那么就可能会推高通胀的预期，从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债券的收益率上升。相反，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低于预测值，那么就会降低通胀的预期，从而导致债券的价格上涨，债券的收益率下降。汇市就是汇率市场。通常来说，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超过预期，那么就会提高美元的需求，从而推动美元的汇率上涨。相反，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低于预期，那么就可能会降低美元的需求，从而导致美元的汇率下降。关于美元汇率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谈的就是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问题。咱们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商品非农数据也有可能会影响商品市场，特别是那些与就业和消费有关的商品，比如汽油、黄金，还有食品等等，对吧？如果新增的就业数量超过预期，那么就可能会增加消费的支出和需求，从而推高商品的价格。相反，如果新增的就业人数低于预期，那么就可能会降低消费支出和需求，从而导致商品价格的下跌。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对吧？那个新增就业的人数增多了，大大超过预期，大家手上就会有钱。那么有钱的话，需求就会上升，所以价格就往上涨；反之，价格就会往下涨，对吧？也很好理解。咱们来说，非农数据可能影响资本的第5个方面，那就是利率。如果新增的就业人数它超过预期，那么就可能会提高通胀的风险，从而推升利率。相反，则会导致利率下降。政策，非农数据还可能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方向。如果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那么政策的制定者就可能会采用一些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反，政策的制定者则会考虑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然，以上的这一些其实指的都是一般的情况。如果就业增长远超预期，那就会过犹不及，往往又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与常规情况相反的变化。比如2023年的1月，这次的非农数据公布值超过预测值，常规来说原本是好事，但由于公布值远超预期，同时通货膨胀率高企，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所以反而变成了坏事。2023年的2月3日，1月份的非农数据发布的这一天，标普500指数下跌 43.28 点，此后走出了下跌趋势。本轮美股的反弹就此夭折。从美联储去年底的最后一次利率会议，我们已经知道，未来的3年大概率会是一段高利率时期。美国利率政策的趋势会不会改变，进而引发全球的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关键的就是看通货膨胀率和非农数据这2个指标。因此，未来3年每一次的非农数据都很重要。老闵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了未来3年的非农数据发布日期，希望对大家的投资理财能够有所帮助。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欢迎订阅、点赞、分享这个视频，朋友们再见。